中国海军7级光舰6月14号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始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近期公开表示，有些人称菲律宾政策已经从中国转向其他大国，这绝对不是事实。菲律宾未以任何方式远离中国。6月14号早上，悬挂中菲两国国旗的7级光舰航行至马尼拉港外海，与菲方舰艇会合，进行过航演练。演练结束后，7级光舰缓缓驶进马尼拉港。上午10时，7级光舰靠上马尼拉港15号码头。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濂、武官李建忠、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当地中资机构、菲律宾中国商会、留学生、菲律宾海军官兵代表等300余人到码头迎接。军舰上挂着的中英文横幅写道：“志和越山海，万里犹比邻。”在菲律宾马尼拉，很高兴能参观咱们的7级光舰。作为旅菲华侨，我们对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访问菲律宾期间，7级光舰指挥员将拜会菲海军司令及国防部官员，参加菲海军组织的欢迎晚宴。出访官兵将参观菲海军舰艇，与菲海军官兵开展文体交流活动。靠泊期间，7级光舰将组织舰艇开放活动和甲板招待会。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地处吕宋岛西南部，菲律宾港广阔水深，现代化设备齐备，是菲律宾重要的进出口地和贸易中心。让我们理解，它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使命，就是开展这种军事外交。那么我们会看到，它有一些舰艇的这种开放日，实际上是展现整个我们这个海军的一个新型的一种风貌。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4个国家当中，觉得当然菲律宾的这个访问会更引人注目。实际上这是2019年以来各类中国军舰头一次访问菲律宾。那么尤其在现在实际上这个南海问题重新升温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够实现这次互访，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军事的互访本身就代表了很大程度上一种这种战略上的一种互信吧，或者至少是希望能够通过对话来这种妥善的处理分歧。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还是觉得它具有一定这种政治的这种积极的象征意义吧。值得注意的是，1周前，同样在马尼拉港停满了来参加演习的美国和日本的执法舰船。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6月1号至7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与美国海岸警卫队、日本海上保安厅在菲律宾巴丹省附近海域举行了一场联合海上演习。3方为此次演习共出动了6艘执法舰船，其中菲海岸警卫队出动4艘，美国海岸警卫队派出斯特拉顿号国家安全舰，日本海上保安厅派出秋金州号巡视船。这是3国海上执法机构首次举行联合演习，且演习海域敏感，针对南海的意图十分明显。分析指，美国海岸警卫队、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介入充分表明，除美日两国军事力量，作为准军事力量的海上执法机构也在逐步加大与菲方的合作，形成全面介入南海的势头。我觉得更需要警惕或者是分析，就是说，实际上这个3国的这个军事演习是前一段实际上这个美菲首脑会晤达成，甚至再往前推，也就是小马克思上台以来，美菲军事合作紧密这个加强之后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也就是说，美菲第一方面要加强军事合作，包括对菲律宾整个军事现代化的一个这个资助美国。那么第2点就是说，现在的美菲合作不仅是双边的，而是要在美菲合作的同时，那么美国帮助菲律宾推进菲律宾和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近段时间，美国在菲律宾动作频频，美国政府通过不断运作，实现了在菲扩大军事基地使用权的目标。根据菲政府对外公布供美军使用的4处新增基地，当中吕宋岛北部卡加延省的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距离台湾仅400公里，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为美军提供了靠近中国的集结点。不过，菲总统马克思对外表态称，菲方不会同意美军使用这些基地开展进攻性行动。就在上周，马克思在马尼拉出席第3届中菲相知奖颁奖仪式时公开表示，有些人称菲律宾政策已经从中国转向其他大国，但这绝对不是事实。菲律宾未以任何方式远离中国。马克思说，中国是菲最大贸易伙伴、第1大进口国和第2大出口国，很多海外菲劳在华工作，菲中拥有共同利益和目标。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强化两国关系，使之更具全面性、战略性，推动菲中关系续攀高峰。
他表示，菲律宾是热爱和平的国家，朋友间分歧很正常，重要的是我们克服困难，通过良性沟通夯实友好关系。我们将继续培育20世纪70年代以来建立的友情关系和伙伴，也将继续寻求解决双边关系中的挑战。